消费可请注意，我们抱歉的通知，您乘连轴转了1个多月，好不容易喘了3天年假，都约好跟你去香山看枫叶了，怎么说取消就取消了呀？是不是低血糖了？你等一下。你把这个吃了，应该会好一点。要不这些都给你吧。如果你还觉得不舒服的话，就多吃几个。是你啊，你那天低血糖。因为那个时候正在准备秀我的上线，所以我就加了几天班。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去机场接人的。你那天真的吓死我了。哎，小谢，你等一下。给你。耶！我能起飞了。我先走了。请您抓紧时间上飞机，谢谢。今天来的呀，一个是 SG 的首席技术官，一个是运营部总监，让我一个没有任何职位的小兵跟他们谈，你说这算什么事儿啊？多积攒点经验也是好的。职场的核心铁律是晋升，没有晋升就没有积累，做再多事情也都是原地踏步。这是私人通话，请你尊重别人的隐私。你想要隐私，那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在公开场合打视频电话，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什么事都先怪别人，也许这才是你一直无法晋升的原因吧。你是？男朋友还是老公？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不要偷看别人手机，没礼貌。徐总，徐总，啊？哦。徐总 ，SG 的徐总。不好意思，来晚了。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呀。上茶，小罗，上茶。哎，上茶。我开完会以后啊，就去旁边的餐厅吃，那家餐厅特别好吃，我认识那个老板，是特色菜，它是这个柬埔寨的菜。夏言，你这干什么呀？你这是？徐总忘了介绍了，这呢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夏言。不用介绍了，我们见过面。徐总你好，都是误会啊，希望您别介意。时间不早了，赶紧开始吧。赶紧开始啊！爱瑜伽就是这样一款针对都市女性用户，集功能性和社交性于一体的瑜伽练习手机软件。哎呀，说得好！哎呀，太好了！徐总，您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尽力解答。按照这个速度一直稳定增长下去的话，什么时候能到100万级？什么时候能到1000万级？你是有做过特别的调研，还是凭着你自以为是的判断？大概这不是一个疑问句。徐总，根据以往经验，夏小姐知不知道现在市场上和你们爱瑜伽定位相似、量级相当的 APP 有多少？我所知道的竞争对手有天天瑜伽、Yoga Home。所以夏小姐，你们的项目里有什么专利性技术是别的团队无法掌握呢？没错，光我们的竞争对手，就瑜伽类的就不止2、3个，还不包括减肥操、舞蹈、普拉提，当然还有一些综合类的健身 App。我想把爱瑜伽整合到 SG 秀我的平台上，是徐总您下一步的规划吧？可是，我为什么非得选你们呢？
比起其他瑜伽类的 App， 我们做的最好的正是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交互，所以我们更适合修我。徐总，我想这正是您今天坐在这里的原因吧。双爷，夏小姐这番言辞的确很有感染力，毕竟这生意场上嘛，最终还是要靠产品说话。不是徐总，你再考虑一下。爱瑜伽虽然仍有瑕疵，但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从今天起，项目交接就由夏小姐和我们运营部薛总监负责。你回去吧，我不跟你谈。可是我们约好了今天的。我是 SG 的运营总监，你是星辰科技的普通职员，我们两个交接工作，这合适吗？确实不合适，但是我们星辰运营部总监的位置已经空缺了很久了，总监的工作也都是由我代理的，所以你们星辰这样的小公司做事情不规范，我是知道的。你们平时什么样跟我没有关系，我也管不着。但现在既然跟 SG 合作了，就应该有合作伙伴的样子。等你拿到正式头衔再来找我谈吧。可是薛总监那边好像不太配合，所以进度一直在被耽搁。怎么了？你得罪他了？哪能啊！我巴结他还来不及呢。小夏呀，这我就不得不说你两句了。你说你吧，平时吧看着脑子挺灵活的呀，怎么现在一根筋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爱瑜伽这个项目，最终能够收购的拍板的，是那个薛总监吗？啊，当然不是啦。你就算拿他没办法，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嘛。啊？我觉得这徐总啊，对你印象挺好的。孙总，你也知道，爱瑜伽这个项目，这是我们这一年用尽全力开发的项目，对不对？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也一定要把这个工作交接完成啊！不就一个运营总监嘛，这算什么？明天就能解决。好，孙总，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早啊，大家！你这蓝衬衫很好看嘛。哎，大家听说了没有啊？一会儿孙总有重要消息要宣布，什么消息啊？大清朝召集我们来开全体会议，和夏言有关。夏言，哎，你忘了？之前孙总不就说吗？和 SG 的这个案子谈下来，就升你做总监。哎，我可听人事部的同事们说了啊，工牌都已经做好了。来了来了来了。大家早啊！今天叫大家开个会。我们这个运营部的总监一直空缺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最好的人选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运营部对于我们公司来说那是核心，重中之重。我相信，这位新的总监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没错没错。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这位新的总监乔思思乔总监。哎呀，有请有请。哎呀，有请有请有请。哎呀，真的是，哎呀，你看我太激动了，我太激动了。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乔总监啊，毕业于伦敦商学院，海归硕士，之前啊在一家500强的企业做营销总监。大家也知道，我们公司最近就要转型拓展金融科技业务，我相信思思
乔总监在这个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啊！我们要多向他学习。夏言，你说这老孙也太不厚道了。爱瑜伽是你熬夜加班做出来的，卖给 SG 也是你连续加班1个多星期做出来的方案。这刚一卖出去，就立马拉一人进来享受胜利的果实，这太过分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个乔思思啊，还是孙总的小情人。你可别瞎说，我亲眼撞见的，他俩在办公室。我偷偷录了音频，我给你听啊。我给你找。算了吧，你让我休息一会儿啊，我自己待一会儿。那我发给你。要不是我想多攒点钱，今天我就去跟老孙说我不伺候了。小财迷，我这不是想赶紧跟你过上幸福的小日子吗？本来答应好的升职加薪，这下全泡汤了，手上的项目又被一个一个的抢走，别提多心寒。要是真的不开心的话，就辞了吧。星辰也不是什么大公司，以你的能力、你的才华，去那些大公司，还不被他们当块宝一样供着呀？我再想想吧。不过我可真没想到啊，那老孙他老婆陪着孩子在国外上大学呢。他前脚刚给老婆打完电话，说：“哎，你辛苦了。”后脚就把那个小情人安排进公司了。你说这两副嘴脸，真挺恐怖的。哎，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学过伪装术啊？怎么了？没事儿，撞到箱子了。你小心点儿。啊，不是所有男人都那样，你也不要多想啊。我知道，这不是前脚有个刘一鸣，后脚又来了个老孙吗？怎么，难不成还怀疑我？喂，我们都异地那么多年了，我还能怀疑你呀？对了，你工作交接都完成的怎么样了？快了，再过几天我就可以飞到你身边了，到时候别嫌我粘人哦。你都为我转战新州了，我感动还来不及呢。到时候啊，你就尽情的黏我吧，让我体会一下被男朋友黏住的滋味，无法自拔。夏言，我听说你因为方案的事去找孙总了。哦，之前交上去的方案名字被数错了，所以我过去问了一下。这事儿我就得多说你2句了。我们是一个团队的，这方案的思路和想法是开会的时候我提出来，大家一起补充的。你呢，花了些心思把它整理出来，的确是很辛苦。但是这样揽功的心思可不应该有啊！我一直很欣赏你，不然也不能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啊。我们公你一直司的企业挺文化聪明的，非常的，这次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非常的柔软。是不是有人故意挑拨了什么呀？要不这样，你也别整理方案了，把这些材料处理一下。他们慢慢就会柔软的。这些文件交给实习生来做就行了。下班之前交给我。哎，徐总，我送你啊。不用了啊。小夏不是在吗？哦，哎，小夏，哎，来，送点徐总。我本来还以为来 SG 做交接的是你呢。这些都是公司安排的，交接的事情，徐总您不用担心。我没有在和你说交接的事儿。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在真相面前不敢面对、委曲求全的人。哎，徐总，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你最近的日子过得还挺水深火热的吧？你这么聪明，知道自古功高盖主的都难得善终吧？所以接下来，你是打算继续留在公司忍辱负重，还是急流勇退啊？
谢谢徐总您的关心，这些事情我自己会处理好的。看来还真是在温室里待太久了。温水煮啊，渐渐熬去了你的斗志。你现在是一点往外跳的意识都没有了。徐总，您对合作公司的员工说这些，不太合适吧？什么？不合适的我都在你们孙总面前说完了。啊？哎，你跟我们老板说什么啦？哎，你到底说了什么呀？小磊呢？怎么周末还不回来？他们学校最近有领导检查，他这几天都加班呢。这么忙？也行，这样就没空难过了。夏言，你呢？那个乔思思还那么过分吗？你快来看看我的黑眼圈吧，我太难了。没事啊，一会儿咱吃点坚果，好好补补。嗯，你说你那工作那么烦，你干脆就辞了好了，咱不受那气。哎，成年人的生活有什么受气不受气的呀？再说了，你们也知道，我虽然有点积蓄，但林浩马上就要回来了，我爸妈也要过来，还要买车，哪儿都需要钱。小磊跟我们说了那个车的事儿了。哎，你放心吧，大不了那房租你就别交了呗。那不行，我们说好了，房租还是要给你的。咱们都多少年了，还跟我计较这个？不是计较，是分寸。哎呀，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大胆往前冲。大不了以本小姐的财力养你一个绰绰有余。以你的财力，你还是踏踏实实给我好好想你工作的事儿吧，别到时候你妈妈把你的卡一停，还得夏言养你。大表姐，我们说夏言呢，又说我干什么？从我的角度看，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辞职其实也不错的。对了 ，SG 不是给你发出过面试邀请吗？怎么想的？哦，他们的人事部给我打过电话了，说有猎头推荐的，想要挖我，但是我还没想好呢。什么叫没想好啊？你们老板那卸磨杀驴的事儿都干得出来，你还为他卖命，是驴吗？去，就乔思思这种笑脸迎人、一肚子坏水的，指不定整出什么幺蛾子，你自己小心点。我倒不是怕他，我只是对孙总比较失望。我现在在公司啊，重要的项目我都碰不上，丢给我的都是些杂七杂八的活儿。我一毕业就进入星辰了，整整6年了，想到要走，我还有点舍不得呢。或许那个姓许的说的对，温水煮青蛙，我好像有点害怕面对外面的世界。你知道我查房的时候，经常会听到那些患了重病的患者和他的朋友和家人聊天的时候都说些什么吗？什么？他们会说，如果想当年我怎么样就好。人生总是有很多遗憾，但是比起错误的决定，犹豫不决更让人遗憾，不是吗？这是乔总监这几天给我安排的工作，我都做完了。孙总，我要辞职。小夏呀，你是干嘛呀？这是，之前咱们不是沟通好了吗？不，心里还有别的想法？年轻人格局要大一点，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吗？这样，咱不等这个 SG 全款结下来，爱瑜伽一旦交接结束，我就给你发奖金，下一个季度给你涨工资。东京奥运会一完，你就当总监，不走了吧？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个人的发展期望跟公司未来的规划不太合。这些年我在公司学到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感谢公司可以给我这个平台。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孙总你可以找我，
能帮的我一定会尽力的。孙总，小夏，你先回去，咱们都好好想想，可以吗？毕竟，像我这么支持你的老板不多哟。等，我送你，我送你。啊，稍等。哎呀，对，来，马上。这个好，这个水特别好，它有点甜，你知道吗？哎，对身体特别好，喝了也会降火啊！好走啊！怎么？他不干了？我真的想不到，怎么就来这一出？要走就让他走呗。既然心已经留不住了，你强留他，他还能安心给你办事儿？不是你这说的容易，你知道吗？现在新城很多项目都是他负责，他要一走的话，一时半句我找不到人的。我看呢，他今天就是来找你逼宫的。走！哎呀，坐下嘛，来，喝茶。哎呀，我让他一下子走也行，但是万一他去了 SG， 回来失败怎么办？去 SG， 他也要能去得了才行。嗯。徐总，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 SG 收购这次项目的徐总。徐总你好，我是星辰运营部总监乔思思，负责这次爱瑜伽交接工作。爱瑜伽项目负责人不是夏言吗？这项目交接到一半了，负责人说换就换，你们星辰是不是太不专业了？徐总，不是这样的，夏言呢，他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我们孙总很重视这次跟您的合作，所以特地换我来，这样级别上也是跟您能比较匹配的。哦，原来你们孙总认为我们 SG 现在才配得上乔总监亲自出马。徐总，您误会了，我也是才刚刚进入星辰。不过您别担心，我对项目的熟悉度不比夏言差，一定不会耽误这次进度的。那辛苦你了，我还有事儿，你们忙。喂，小太阳，需要能量吗？需要，我现在特别需要，极其需要。怎么了？我今天去跟老孙提辞职了。哦，他怎么说？他能说什么？还在拿遥遥无期的升职加薪挽留我呗。可我真不想留下。不留就不留，你也别着急。我在北京3年，好歹还有些积蓄，虽然不多，但也能够应付一阵子。实在不行，家长晚点再见嘛。等你准备好了。那怎么行？我们都计划好了的。我这辈子都是你的人了，跑都跑不了，早一天晚一点没什么区别。我是不想你因为工作事情压力太大。我这边已经放心吧。时间也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嗯，晚安。嗯，爱你。唉。SG 的面试邀请函，
从运营的角度来评价一下秀我吧。如果让你来做，你有什么想法？我认为秀我是一个针对女性用户比较成功的社交电商平台，不管是它的线上运营还是线下的主体操作。你对秀我的用户留存率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吗？留存率……好了，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好吧，谢谢。你好，我是来面试的，这是我的面试邀请函。嗯，好的，稍等，我查一下。夏言是吧？对。请。好。你好，我是来面试运营部运营岗位的夏言。坐。为什么想来 SG？ 基于了解，也基于挑战。SG 目前主推以女性用户为主体的项目，这和我之前工作负责的项目有所重合，也是我一直比较感兴趣的领域。当然了，作为新州地标性的互联网公司 ，SG 是每一个运营都想来的地方。我已经从业6年，我认为我做好准备了。年轻人还是不要盲目自信的好。从运营的角度评价一下秀我吧。秀我和其他电商比起来，对用户的划分更为准确，这对推广运维来说有利有弊。好处在于用户具备共性标签，省去了前期推广时对用户的筛选，但同时也为秀我后期的维护增加了难度。主要依靠网红自己与商家的合作，通过接广告的方式。可是女性社交电商平台不止秀我一家，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有什么结果我们会尽快通知你的。谢谢。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挺不错的，专业过硬，想法也挺多，而且经手的项目成绩都不错。我觉得也不错啊，看来薛总监又有一名得力助手了。但是这个人呢，曾经是我们合作公司的员工，如果把他招进来，可是有挖墙脚之嫌的，在业界影响口碑都不好。他的面试邀请是谁发的？好像是徐总亲自让人事部发的。这是等下访谈的几个基本要点，就我们最近收购的几个应用谈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像这几个问题，都交给你来回答吧。徐总。你怎么来了？薛总监，人事部没通知你吗？我就是接到了通知才过来的。我通过了贵公司的前2轮面试，评分都很高，自认为3面也不错，却被薛总监给淘汰了。所以我想过来问一下，我到底是哪里不足，日后我也好有所提升。他被淘汰了？对。面试结束之后，我向清晨的乔总监确认过，他说夏小姐是因为无法胜任运营部的工作而被辞退的。辞退？怎么会是辞退呢 ？SG 一向用人谨慎，档案上有不良记录的人，通常首面就会被淘汰。你之所以能通过2轮面试，只是因为星辰那边的档案更新速度太慢。我明明是自己主动离职的。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只听信你的一面之词，除非你能给到我有效的离职证明。徐总，我的决定没有问题吧？从程序上说，确实没错。程序，我之前在星辰的工作成果，你们2位也都看到。至于乔总监为什么那么说，薛总监你应该心知肚明。难道程序真的比真相还要重要吗？当然不是，重要的是结果。如果真如你所说，你是被人陷害的，那也只说明你这几年的人事关系处理得非常失败，自我保护意识不足。以后你要学会看人。薛总监说的没错，任何的空话都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如何让星辰收回他们的诬陷，把辞退记录消除。
如果星辰可以消除我的辞退记录，你们2个是不是就愿意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当然。面试已经结束了，人事在12点之前会确定录入名单。现在是上午9点半，也就是说你还有2个半小时的时间去确认自己的清白。好，我证明给你们看。这是我打印好的离职证明，证明我在星辰的这些年没有任何过失，是主动辞职。请签字盖章。本来以为用不到这个的，没想到还是走到了这一步。那我们就白纸黑字的写清楚。怎么？他们给你写成被辞退了呀？哎，我真的是不知道这底下的人是怎么办事儿的。不过这人事部那边也是按程序走的，我这里有点忙，要不这样，你改天再来，我帮你问。我今天就要把事情给办了。那我可帮不了你了，我这儿还有个会要开，而且你已经离职了，在这里进出也不是特别方便。要不这样，你先到外面去。好，我本来是不想让孙总为难，才过来找你的。既然这样，我只能去找能办事的人来办。你找谁都没用，这离职证明得孙总亲自签字，我们才能盖章。但是这孙总今天好像还有事儿，来不了。哎，今天不准来公司，谁的电话都不要接。无法接通。孙总，孙总，孙总，孙总。我们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不光是向外做进一步的拓展，而且是要向内做进一步的改革，尤其是在用人机制上，因为人才永远都是发展与创意的核心。我们呢会推陈出新，也会夏言，都这点儿了，你也该饿了吧？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一起吃饭去？我等孙总一起吃。等孙总？你等孙总恐怕要等到明天了吧？思思，徐总呢？我怎么知道？我就知道，如果是徐总过来，孙总就算有再忙的会，也还是要赶过来。刚才那个电话，不是徐总助理打的吗？打电话的是我的闺蜜。夏言，有什么事呢？现在就去我办公室，慢慢说。切。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徐总，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谈。我们继续吧。孙总，我记得当天就是在这间办公室，我亲口向您提的辞职，怎么现在变成我被星辰辞退了呢？我在这里进进出出了6年，从来没有想过会被人从这里赶出去，更没有想到为了一张简单的离职证明变得这么困难。夏言呐，
直还是很器重你的，很上进，很精明，为公司也创造了很多的价值。但是，就在你离职的这前1个月，你因为个人的情绪，导致你工作上极大的失误，好几个项目因此都耽误了，你知道吗？孙总，那您具体能说明一下是哪几个项目被耽误了吗？您要是理不清楚的话，我们就去申请劳动仲裁。如果是因为我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我愿意赔偿。这个。好，项目的事情再说。但单凭 SG 未来3年的短期的规划和我们星辰未来项目，那可是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你作为星辰的资深的运营，就算你离职，短期之间我也不会让你去 SG 的。我当初跟星辰签的劳务合同没有签就业禁止协议。无论如何，这份离职证明我是拿不到了，是吧？好，那我们就走法律的途径，并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亲爱的，你太坏了！昨天晚上你车都在梦里。放心吧，这是我第1次听，也是最后一次，过会儿我就删除。原本我刚刚生气的时候，想过要拿这件事情来报复你，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没有必要拿别人的为难来降低自己的平衡。孙总，咱们劳动局见。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夏言，其实吧，我这么做都是舍不得你走，但是吧，你有更好的平台可以去发展，我从内心个人觉得很好哟，我愿意啊。这样，我现在就去帮你把离职证明也办了，好不好？子思，干嘛？帮夏言把离职手续给办了。我不去。现在去办呐！你凶什么凶啊？我去。徐总再见。好，谢谢你。夏言，你来晚了，已经过了12点了。20分钟前，我已经把离职证明交给人事部了，这个是副本，你们看吧。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夏小姐的工作能力确实不一般。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录用你。为什么？刘一鸣你认识吧？听说你带着几个朋友大闹他的婚礼，甚至还招来了警察。我们 SG 可是上市公司，是不会雇佣那些喜欢惹是生非的人的。刘一鸣和我朋友本来都已经准备结婚了，可是他却婚前出轨，所以我朋友就跟他分手。可是他却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跟他出轨的那个女人结婚了。我们那天去婚礼现场，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刘一鸣的真面目，还我朋友一个公道。如果这样在你们眼里也算是惹是生非的话，那么 SG 确实不适合我。等一下，既然是对方有错在先，婚礼的事就不能算是过失。薛总监，这事儿你确实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不用了，因为档案的问题就轻易地否定到一个人，甚至都没有向当事人求证，这样的公司不进也罢。确实不能因为档案问题就轻易否定一个人，当然，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言行
就轻易否定一家公司，你说对吗？月薪2万，持5薪，3个月试用期，下周1入职。林先生，亲爱的林夫人，打扰你们庆祝没？明天的档期排出来了吗？放心吧，时间我都留好了，保证啊，你明天一出机场，第一个就能看见我。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真想一眨眼就到了明天呀！那明天见。拜拜。异地就一天3个电话，等林浩回来，你们不得腻死我们呀？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他们都在一起7年了，老夫老妻了都。我发现就是最近啊，知道林浩要回来，他们真有点过分了。不是在一起时间越长就更加珍惜吗？感情都是时间越长越深的。拉倒吧，时间一长，你们刚在一起时候的情人滤镜就会自动脱落，你眼里只会看到对方越来越多的缺点，多到让你怀疑自己当初是不是瞎了眼，怎么能看上这么一个玩意儿，或者是被人下蛊了。你们俩对感情是不一样的，他跟林浩呢就是小火慢炖，越炖越香。你呢就烈火爆炒，香得快，但是火一灭，凉了。那大表姐呢？大表姐是生鲜刺身，油盐不进啊。大表姐你都敢调侃，不要命了你？我说的是实话，你们想想，大表姐有时候那些冷静啊、理智啊，让我都感觉害怕，更不要说那些普遍有大男子主义、试图在爱情中体现自己掌控欲的臭男人们。但是大表姐太优秀了。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林浩回来还是值得庆祝的，姨父姨妈总算可以放心了。那我们就祝夏小妍同学和林浩学长可以重新团聚啦！祝夏小妍离爱情的坟墓又进一步。爱情跟事业我全都要，干！有件事还要提醒你啊，小别胜新欢，不能耽误工作。放心吧，实习期这几个月我一定会胜任。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别自己扛着。对啊对啊，3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哎，你才是臭皮匠啊，我俩可不是。你怎么一个大学老师当着越来越像小学菜鸟了？要你管？哦哟，顶嘴了！哎，有嘴了！哎，我错了，喂，你这是不是臭儿我小磊。这都是些什么呀？塞得满满的，堵成这样，当然就不通了呀！你们怎么弄的呀？就是平时洗个水果啊，掉点水果皮什么的。这也就是你们平时还用着，要是不过水儿，到了夏天这味儿反上来，得熏死人。哎呀，到时候买个下水槽搅碎机就好了。哎，就那个火星人集成水槽就挺好的。虽然你家林先生对生活品质有要求，但我还是觉得，这有些钱还是花在该花的地方。以后家里洗衣做饭、擦地洗碗，都包在我身上。那你岂不是一个全能老公啦？你不喜欢吗？我是怕我的老公太辛苦啊。这有什么辛苦？有我在，以后家里所有事都由我来干。那我做什么？你就负责享受生活，负责检验你未来老公的事业成果，负责给你老公的表现打分儿。以后在老公面前，你要做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傻子、小公主。好吧，那小公主现在要去做饭了。小王子想吃什么？又忘记了？好啦，那你去做吧。今天时间有点仓促，油焖虾下次再做。我给你做点简单的吧。那我给你下面条去。哎，我不想吃面条。
我可是会做好几种卤的。可是我今天就是不想吃面条。哦，原来我们家小公主今天不饿，可是我饿了，我要准备吃小公主了。别闹，你今天坐了一天车了，多累呀！不累。哎，那你先去洗澡，换洗的衣服我都准备好了。那等我3分钟，我一定白白的出现在你面前。哎，小磊，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今天晚上有事儿，就不回来了。懂事儿。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运营部新来的同事夏妍。大家好，我叫夏妍，之前在星辰科技负责爱瑜伽的项目，今天正式入职 SG， 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你好，我是美琪。嗨，我是悠悠。嗨，我是艾米。我是小。你就不必了，夏妍。我们运营部实行末位淘汰制，每个月月末都会根据大家的绩效考核来打分。连续2个月分数垫底，就会收到黄牌警告；若是第3个月继续垫底，就会被劝退。小齐，你已经连续3个月绩效考核垫底了吧？今天可以去人事递交辞呈了。我们 SG 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 ，Drive for results， 一切以结果说话。不管你的过程当中有多努力，只要没有达到目标，那就是无效劳动。所以在这里呢，不要想着能够浑水摸鱼、耍小聪明、玩心机。不管你表现得有多刻苦，只要你没有完成任务，就会被劝退。我们会把机会留给那些更合适的人。我说明白了吗？明白，明白。悠悠，秀我新版本的第2季度线下活动策划方案，我们小组已经整理出了3份，今天早上已经发到薛总监您的邮箱里了。我看过了，没创意、没重点，不及格，推翻重做。给你们3天时间，一定要展现出秀我新版本的主推功能。信息安全精英论坛线下活动场地已经谈好了，活动文案和物料设计也已经准备好了，邀请的媒体名单也已经列出来。只是什么？我说没说过工作会上不要只谈成绩，有问题先说问题。因为还有几个嘉宾没有邀请到位，所以物料暂时还没有办法制作，宣传通稿也在等最终确定的嘉宾名单。邀请嘉宾的工作之前是小齐在做吗？是。你能行吗？没问题。论坛下个月必须按期举行，所有的嘉宾名单这个星期必须交到我的手上。你就坐小齐的位置，试用期3个月，你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机会吧。小齐，我之前合作过一家广告公司，待遇还不错，我觉得挺适合你的。你有时间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是他们公司的名字，还有电话。谢谢你。这是我电话，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老板放在眼里呀？啊，要是喝醉了吐在沙发上、吐在床单上怎么办呢？你赔呀！我跟你说啊，这些都是真丝产品，你1个月的工资都不能抵的。不就是几瓶玉调酒吗？至于吗？再说这吧台离展示区那么远，我是喷泉吗？我能吐那么远？那真要是喝醉了，谁知道啊？咱能讲点道理，不无理取闹了吗？你要讲道理，好，咱们讲道理。自从签了合同以后，你1个星期到店里来过几天呢？你说，
上班时间自由是不是您说的呀？那是啊，但自由也有个限度啊，要不然我花钱请你来干嘛？当招财猫供的啊？您要是觉得给工资给亏了，您可以不给，我卖出去一笔单子，给我提成好啦。你卖出去什么东西了？不，你急什么呀？您当初要我来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啊！您说过变脸吧？你看你什么态度？我还有事儿要找你算账呢。我可是看着监控的啊！关门以后，你带着那些不三不四到店里来，搞得一团糟，有吗？你说，如果你真有人脉带来大单，那我也没什么话好说。这吧台搭了10天半个月了吧？你一笔单都没下呀，净在瞎胡闹！怎么胡闹啦？您老是吃了陈年臭豆腐吧，还不三不四的人，还调监控，我还要告您窥探我隐私呢。拿来。什么？门卡。以后我自己开门锁门，不用你。你可别后悔。我派书文化不高，还不知道后悔这俩字怎么写呢。我明天就让人把吧台给撤了。真正的 queen， 光自己打扮漂亮是不够的，家居也要光彩照人。今天下午2点，小众家居店直播，还有超多福利。夏言，徐总好。入职第1天，这么忙啊？项目进度紧张，我得尽快熟悉。这身衣服不错，继续保持这种风格。自你进家。小闯啊，真没想到，你随便说2句就卖出去3套，而且是店里最贵的。直播卖货好处大了去了，绝对是大势所趋。今天啊，是我临时开直播，看的人少，要是提前预热一下，卖出去的可不止3套。哦，那你以后好好准备一下吧。直播卖货太累了，看我心情吧。这个，你拿着。干什么啊？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我现在已经有备用门卡了，这个你拿着。我经常看货进货的，不在店里，你拿着你方便。那可不行，万一店里丢东西啦，有人看了监控又要说带了不三不四的人来，怎么办呀？以后啊，你该下班下班，你朋友愿意来坐坐，我们随时欢迎。开门做生意嘛，就是图个人来人往。他们是朋友，也是潜在的客户啊。吧台都拆了，朋友来干嘛？谁说拆的？这花钱大的拆它干什么？又不拆啦？不拆了，给你留着。来，拿着，以后千万别跟我客气啊。见钱眼开。夏言，信息安全精英论坛的嘉宾名单和资料我都发你公司邮箱，记得查收。好，加油。夏言，你是不是得罪薛老大了？你也觉得他对我有敌意？不是觉得，而是事实。他交给你的任务简直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啊！可是，在我的字典里没有 impossible。袁大海教授，刚才那个被劝退的小齐，就是卡在这个袁大海教授上的，2个多月都没能搞定，只能收拾东西回家了。这个袁大海教授啊，是业内大拿，全国计算机安全信息领域的资深教授，他来做主讲人，
必然会提高这次活动的品质，所以上面就定下来非他不可。可是他拒绝了。小七给他发了好多邮件和短信，他愣是不搭理。后来小七直接跑到袁教授学校的办公室，直接被他叫来的保安轰出去了。僵持了2个月，愣是没跟袁教授说上10句话。小爽，你真的在这里呀？梁，你怎么来了？我看了你的直播，然后一搜，发现这家具店就在我附近。你说巧不巧？这么久没有见你，没想到你还和以前一样漂亮。哦不，是比以前更漂亮了。这么久没见，还和以前一样花言巧语啊？你不会变成跟踪狂了吧？怎么会呢？我刚好要来买家具。派叔，你招呼一下，我先走了。韩爽，你去给他介绍一下，再卖出去一套，我给你加10%的提成。我韩爽是什么人啊？我要是想靠前男友赚钱啊，谁来你这破店上班啊？韩爽，爽，你别走啊！你不给我介绍介绍吗？这套沙发怎么样？你去过我家，和我家客厅搭不搭？不搭，不合适。派叔，先走了。爽，先生，我来给你介绍，这套沙发是意大利进口的真皮沙发。不好意思，我不买了。先生，我给你打8折。要懂了，就把这个事情全部解决了，对不对？对。所以说你在这瞎讲，是不是？袁教授，袁教授，同学，有什么事吗？我刚刚听了您的课，有个疑问。说说。您说保护大数据信息的有效措施是基于开发公司的良心，还有用户的自我保护意识。我说的不对吗？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提供更安全的锁，但是呢，这个锁能不能用上，取决点并不在于我们造锁的人身上。那如果在建房子的时候，为这栋房子特制一把安全锁呢？小姑娘，你是几班的？你可以把你这个想法呀，好好的构思一下，然后写出来，我们一起探讨。对不起，袁教授，我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我是 SG 运营部的夏言。袁教授，您能给我几分钟时间？胡闹！小王，叫保安来，这里有不是本校的人在捣乱，赶他出去。袁教授，我们袁教授不接商业活动的，你别再来烦他了。我们不是商业活动。再怎么赶时间也要吃饭的呀。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有点急事儿。袁教授，袁教授，怎么你也找到这里来了？这是我们活动的资料，您看一下。小李，到。你好，袁教授，您下班了。他不住在我们这小区，不能进啊。是。袁教授，袁教授，我们的经营论坛真的是公益性质的，不是商业性质的。也不能大声喧哗。再见。夏小妍同学，你这才去新公司几天啊，就累出黑眼圈了，小心未老先衰啊！喝杯果汁，补充一下维生素 C， 挽救一下你的皮肤吧。他不想参加商业活动，我理解，但是我们的活动明明不是商业性质的，他为什么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呢？哎呀，你就别想了，有些人的脑子呢，不是我们都能明白的。你说袁教授一个搞网络安全的，随便去哪个公司不是高薪啊？非要留在学校搞学术，当一个穷教授，跟小磊一样不开窍。我突然间想起一事儿啊，上大学的时候，我给小磊介绍过一个高薪兼职，他也是说什么都不去，非要留在那书店打工。我当时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为什么。小磊肯定是觉得你那兼职不靠谱，在书店打工更稳定。才不是呢！你看你也想不通吧？我也是过了大半年才知道，他跟我说那时候书店2楼有一个猫妈妈生了一窝小猫，
他就是为了照顾那窝猫，才不肯换工作的。猫？对啊，莫名其妙。顽固的人都有坚守，有铠甲就有软肋。这个袁教授的软肋到底是什么呢？夏言，我叫你过来是来陪我聊天的，你就只知道忙工作。喂，半年前袁大海也参加过其他公司的活动吧？这几家公司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共同点。哦，我发现第一家公司是苏大计算机系的合作单位，第二家公司的 CEO 是他的学生。也就是说，都跟他的学生有关。好像是，而且我还听说，1年前袁大海帮他的学生联系了一家公司赞助，想做一个研究课题，但是因为学校的阻拦泡汤了，因此袁大海还找到学校领导大吵了一架。没想到，这袁大海对他的学生那么好。那不是一般的好啊。总之，谢谢你，有什么新情报你再告诉我啊。当初他以为我是学生的时候，对我也挺好的。也就是说，学生就是袁教授的小猫。虽然不知道他拒绝我的原因，但是我可以给他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理由。这什么？是校招实习生的策划案。校招实习生跟运营部有关系吗？自己的本职工作还没有做好，就替人事部讲方案。你要是对他们工作那么感兴趣，可以申请调离运营部啊。薛总监，我是为了安全论坛主讲嘉宾的事情做的这份方案。公司办事有章程，你的意思是以后每请一位嘉宾都要按照你的意愿来改变章程吗？可是方案不通过，出去。好。哎呀，终于下班了。今天什么日子？大家都不需要加班呢？夏言，你也忙完了？难得今天下班早，要不然咱俩一块吃火锅去？夏言，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你在看什么呢？校招实习生方案，你要给人事部献策啊？唉，已经被否决了。我给财务部的方案也被否决了。哎呀，奖金真是不好赚呐。什么奖金？你不知道吗？哦，对，你刚来啊就接手了小齐的工作，你没参加新员工培训。咱们公司啊有一个人才激励政策，所有的员工呢可以跨部门献策，一旦被采用就会有奖金。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我觉得跨部门，怎么献策啊？就很简单啊，就比如说你这个方案吧，你就可以用 OA 传给人事总监。艾米，你真的是我的大救星。你不是说被否决了吗？徐总，你找我有事吗？着装不错，不过你可以下次试着再放开一点儿。要是没有其他事，我就先走了。去找袁大海啊？你怎么知道？我看到了人事部的批复，你提交的校招实习生方案已经通过了，是为袁教授准备的吧？切入点不错，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袁教授琢磨透，并且知道他爱惜人才，
还知道拿公司的政策为你所用，值得鼓励。谢谢徐总夸奖。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别喝咖啡了。饮水机那儿不是有花草茶吗？该休息的时候就得好好休息，别到时候分了手，怨工作拖累了自己。哎，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吃，但我这都到家门口了，没有办法呀。对，我就在家楼下呢。你好，是不是？不是本小区业主不能进，我是这小区的呀。请刷卡。卡不是找不见了吗？你帮我看一下啊。摘下眼镜就能找得到。摘呀，摘呀，你倒是摘呀。再见。你好。袁教授，袁教授，袁教授。袁教授，你没事吧？我的脚没事。袁教授，这有一份策划案，您看一下。为了帮资本家来忽悠人，值得这么拼吗？袁教授，您是一位老师，难道您不希望您的学生以后努力工作吗？我教的学生都是做技术的，跟你不一样。他们通过努力所得到的，都是真实的成果。他们努力的成果是产品，我们努力的成果是让产品被更多人认识。不必说了，你去医院看一下你这小吧，医药费我来付。我的脚没事儿。你还挺诚实的。我从来不说谎的。袁教授，这份方案与我们的活动无关，是关于您学生的，所以还请您看一眼。我的学生？所以，你们想利用我的学生来跟我交易？不是的，您的学生都非常优秀，我们公司很需要他们。这份方案已经通过了公司的审批，不管您是否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都会执行的。你这就是活动策划？对，请您过目。我不看，我相信这份策划写的一定非常好。可是我怎么知道你们会按照这个策划去执行呢？袁教授，这份策划书将由公证处公证，并由他们监督。如果有任何违背了公益精神，或者是违背了这份策划书上的内容，我们公司不但会赔偿您巨额的赔款，还会由公证处发布公告还您清白。这个你能做主？这个我倒是不能做主，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如果公司不答应这个要求，我一定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这可是你说的啊。袁教授，那如果公司答应了，您是不是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论坛了？你的脚真没事吧？谢谢你，谢谢袁教授。
论坛嘉宾的邀请情况怎么样？问题都解决了吗？袁教授已经答应做主讲人了，夏妍已经把签好的合作协议带回来了。答应了。对，协议在这里。校招实习生，谁给你的资格让你替公司做决定，用这个条件来做交易的？签这份协议之前，这份方案已经通过人事部的审批，还有备案了。人事部。其他问题还有吗？根据嘉宾的邀请情况，通稿和物流我们已经对外投放一部分了。前几天和总监您讨论过的关于秀我新版本第2季度的线下活动达人秀，我们已经在筹备当中了。这次不仅有线上作品的投票比赛，还有线下的培训活动，所以我们前期接触的部分网红，因为时间的关系都推掉了。还差多少？还差15个。运营部现在的工作效率都这么低了吗？你们是都当末位淘汰制闹着玩是吗？秀我新版本下个月就要上线了，活动必须按期举行，意味着你们至少要提前半个月积极预热。一共才50个人，给我差15个，这个月绩效还能不能完成了？50个人，需要这么多吗？Amy， 既然你无法胜任，就把手头工作交给夏妍。SG 从来都是效率为先，能者多劳，我们不给任何人机会拖公司后腿。所有人提高警惕，打起精神，不要以为走了一个小棋，你们每个人就多了3个月的时间。